去日本旅行，唔少人都去過成田機場。呢一度有一段對於日本政府同埋當地居民嚟講嘅黑歷史，仲有連接住一條日本最短嘅鐵道芝山鐵道，全長只有2.2公里，同 JR 山手線新宿站同埋原宿站之間嘅距離相同，乘車時間大概只有4分鐘，而且全線只有2個火車站，其中一個就係之前介紹過陰陰森森冇乜人用嘅東成田站。呢一集係成田機場特輯第3集，繼之前介紹過嘅東成田站同埋極之接近跑道嘅東豐神社之後，今次將焦點放喺同興建機場黑歷史有關嘅芝山鐵道，睇睇點解要特登開一間鐵道公司嚟興建、管理同埋營運一條只有2.2公里長嘅鐵道。先睇一睇芝山鐵道沿線嘅地理位置，一端嘅車站係喺成田機場範圍內嘅東成田站，而另一端係位於機場東南嘅芝山千代田站。曾經搭京成線或者 JR 線去成田機場，喺機場第2候機樓站落車嘅觀眾，行去客運大樓嗰陣時，可能注意到一個古怪嘅通道入口。呢一個入口就係通往芝山鐵道嘅東成田站。估唔到呢一條鐵道冇想象之中咁遙遠。我同曾經喺成田機場工作過嘅二丁一齊由東成田站出發，經過一條長500米嘅通道去第2客運大樓。通道有啲起伏，亦都有直角嘅轉彎位，而且好少人行，感覺有啲恐怖同埋唔自然。不過一走出通道嘅一刻，有啲意外，展現喺眼前嘅竟然就係熟悉嘅景象。係有好多聲啊！聽到。翻返去現代嘅世界。我喺呢度嚟嘅。咦？你估下前面嗰塊牌係寫咩？嗰啲推車唔得。推車唔得。我話係就咁話係去東成田站嘅啫。我啱咗啊！係咩？我就咁嘅咋？係喎，哦，果然係喎。但係呢度有，呢度有。哦。同埋佢有呢個咯。啊，係喎，日本最短嘅鐵道。喺第2客運大樓一端嘅入口旁邊寫上咗日本最短鐵道芝山鐵道。去佢嘅官方網頁度睇一睇，亦都可以揾到日本最短鐵道嘅字句。喺講解點解要喺成田機場附近興建一條咁短嘅鐵道之前，先解釋一下所謂日本最短鐵道嘅意思。喺東成田站影片裏邊收到一啲留言，話名古屋市營地鐵嘅上飯田線只有平安通站同埋上飯田站，全長只有800米，比芝山鐵道更加短。留言所講嘅係事實，但芝山鐵道仍然係日本最短嘅鐵道。為咗吸引大眾注意，唔少日本公司同埋自治體都會以日本之最嚟做賣點。全長只有大概800米嘅上飯田線係日本最短嘅地下鐵路線。關鍵在於地下鐵同埋路線。另外，日本最短嘅火車路線係神戶電鐵嘅神戶高速線，全長只有400米。而路線全長大概2.2公里嘅芝山鐵道，雖然比以上2條路線都要長，但以提供客運服務，並且係有車輛運作中嘅單一公司持有所有路線總長度嘅話，就係日本最短嘅。呢啲定義可能有啲複雜，要成為日本之最實在唔容易。希望觀眾去日本旅行遇到日本之最語句嗰陣時，小心睇清楚各種條件同埋細節，例如關西最高、現存最大、木造建築中最高等等。京都東寺嘅5重塔就係日本現存最高嘅木造建築物。芝山鐵道嘅面世要追溯到20幾年前，鐵軌等等各種設備喺2002年6月落成，之後經過大概3個月嘅檢查同埋工作人員培訓，喺同年10月27號正式開始提供服務，可算係歷史比較短嘅鐵道。不
不過講到由政府決定興建至到通車嘅期間，竟然長達25年。喺東風神社影片裏邊提及過，政府強行徵地嚟興建成田機場，導致部分居民反抗，直到今日抗爭仍然持續。抗爭嘅其中一個痕跡就係東風神社。呢一座神社極度接近跑道，但係喺機場範圍之外，而且神社阻礙咗跑道伸延工程。作為地主嘅當地居民一直唔肯將地交出，令機場管理公司要改寫計劃。而芝山鐵道亦都同興建成田機場有關。返去1960年代，因為羽田機場處理航班能力已經差唔多達飽和，加上當時填海技術唔夠，唔可以填海擴建羽田機場，政府就要揾用地興建新嘅機場嚟分流。不過揾咗幾個候選地都遭到居民反對，再三失敗嘅政府喺冇辦法之下，擅自決定喺成田市三里塚興建機場。喺而家地圖上面都可以揾到機場一帶有三里塚呢一個地名。有關興建成田機場，政府同埋居民嘅鬥爭會喺之後作獨立講解。芝山鐵道嘅誕生係政府向居民作補償嘅其中一個項目，已經唔可以考慮啲咩賺錢同埋蝕錢嘅問題。喺1977年3月，成田機場周邊地區嘅芝山町向政府提出將京成電鐵路線延伸嘅要求書，國土交通省前身嘅運輸省應承咗，並且決定採用私人公司管理營運方式，所以延伸嘅路段同京成電鐵冇直接關係。其實有關通往成田機場嘅鐵道網亦都有一啲風波。相比羽田機場，成田機場遠離首都東京各個城市，要以高速鐵道嚟連接兩地，嚟令到成田機場嘅交通變得更加方便。當時政府有計劃興建高速鐵道成田新幹線嚟連接東京站同埋機場，但同時京成電鐵已經有路線連接上野站至到成田市嘅成田站，只要作延伸就可以抵達機場。喺預算同埋建設效率嚟講，比全新興建成田新幹線更好。不過政府都係希望成田新幹線通車，當然最終成田新幹線冇面世。呢一段風波間接影響咗芝山鐵道車站嘅位置。芝山鐵道嘅路線亦都值得深入去睇一睇。查一查地圖就發現機場分隔咗東西，對於原本嘅居民係一個龐大嘅障礙物，所以位於機場東南嘅芝山町要求政府興建鐵道嚟改善交通。因為居民抗爭背景，政府只好答應。路線由東成田站向東南伸延2089米，其中大概60%嘅路段係隧道，最終到達終點站嘅芝山千代田站。睇睇路線有啲唔自然嘅屈曲，呢個就係因為徵地上又遇到問題，同當地居民點樣商量都唔成功。咁亦都可以理解反對嘅居民各有各嘅想法同埋讓步條件。因應徵地結果，政府喺2000年決定要更改原本路線，路線就延長咗0.2公里。呢個時候已經同興建計劃落實相隔咗23年。呢23年裏邊發生咗唔少改變，例如為咗確保成田新幹線嘅地利，京成電鐵只可以將連接機場嘅火車站興建喺遠離客運大樓嘅地點，乘客就被逼要搭接駁巴士。成田機場站嘅地理位置可以話係不倫不類。之後成田新幹線計劃告吹，京成電鐵同埋 JR 喺1991年同埋1992年分別開通咗新嘅成田機場站同埋機場第2候機樓站，可以直達第1同埋第2客運大樓。而芝山鐵道嘅計劃內容冇相應改變，由原本成田機場站之後改為東成田站作延伸嘅起點，來往芝山千代田站。東成田站就係昔日嘅機場火車站，而家四周圍乜嘢都冇，好難揾到去呢個車站嘅目的。芝山鐵道因時代變遷，最終其中一個車站變得冇實際用途。唯一值得安慰嘅係，可以由東成田站行過長500米嘅通道，去到第2客運大樓。不過喺通車之前，
芝山町居民再次請求，結果芝山鐵道可以直通京成線。睇睇而家嘅列車時間表，由芝山千代田開出嘅列車冇任何一班只係以東成田站為終點站，唔少列車都經京成本線去到成田站，甚至有特急同埋快速班次前往上野站。居民總算可以越過巨大嘅機場，搭直通車前往成田市同埋上野。而表面上芝山鐵道只係有2個車站嘅超短鐵道，但冇任何一班列車以其中一個車站嘅東成田站作為終點站，所以實際上可唔可以稱得上係日本最短鐵道，就留返俾你去做判斷。東成田站之前介紹過，喺呢一度介紹一下另一個車站芝山千代田站。站出邊我都唔係太過期待有啲咩嘅，即係出一出去睇睇嘅啫。賣嗰啲做嘢即係求職啊、公司嗰啲廣告，99里。如果平時嚟成田機場會見到條好直嘅海岸線，就99里。同埋呢個地方好出名呢一個甲人啊，係咪叫晒呢個啊？係啊，下年話呢個錯啦。あれ？足りないの？すいません。東成田から来ました。これ京成線の方の切符買っちゃってるんで、金額は合ってるんで大丈夫ですよ。啊すいません係買咗京成線嘅飛，佢都冇講，我得一個啫嘛。呢度有冇你嘅回憶啊？呢個站我就係浸過一次溫泉咯。喺邊度嚟㗎？而家就係嗰度有個叫 Sona 咯 U， 其實佢就係想追擊啲遊客，但係都唔係好多人去。跟主要都係啲員工喺度停車用咯，咁跟住停完車之後就可以搭翻屋企去 Terminal 2翻工，因為呢個停車場會平過機場入邊，同埋唔使爭。得。我想睇下嗰條橋嘅尾啊！依橋自動車第2工場。下次識識就可以睇埋落蘇南苑睇一下咯。好啊，遠睇一下。喂，咩望到飛機嘅溫泉啊！跟住我就曾經有妄想過咧，自己搭飛機嘅時候望翻去望唔望到冇？跟住我諗緊啲人，我脱咁坐喺嗰度，我喺飛機上望唔望到？係望唔到嘅，係放心。哦，見到係咪嗰個屋頂嗰度啊？哦。最後就追擊咗呢度啲人。OK， 明白。我睇就係話芝山鐵道係有延伸計劃嘅，而家就係傾緊啦，但係個機會唔大啦。計劃就有喺度。延伸到去邊啊？延伸過去海邊嗰邊咯。哦，即係99里分嗰啲。係啊，呢度佢 sharp cut 到靚嘅嘛，整得。咁呢度就可以繼續延伸出去。我就係呢個 Narita Kuko Sorano U。哦。如果揸車嘅話，反而係咁樣兜入去，前面個路口度兜入去。哦。啲人喺度放，啲學生喺度放低架單車喎。係喎。有學校，不過實有嘅。如果有學生嘅話，咁貴嘅去機場440 yen 嘅，咦？京成成田都要490，跟住香港仲平啊！得啊，但係你其實你要翻香港轉，你要翻成田轉車。係喎，冇成田香港嘅方向嘅喎，係喎，咁奇怪嘅。同埋佢最勁咧，呢條線咧經急可以去翻羽田。係咯，買飛啦！ご希望のボタンに触れてください。係啊。我而家其實呢度係望到我做嘢嗰度，我做嘢嗰度喺嗰邊。而家見到啲好細架嘅飛機，藍色嗰架。係。我就係以前喺 Perfect Jet 做，咁所以就要喺呢幾個 spot 度做嘢咯，主要。揸車嚟呢度係點啊？送客定要點樣？自己揸去送客，有時我哋會再 book 機場入邊嘅車去送客。你個人要嚟呢度嘅目的係咩啊？送客同埋接客咯，同埋要處理啲 crew 咯，同埋入油啊、洗廁所，加上我哋揾人，即係我哋唔使。你要去洗廁所？
揾啲人，即係機場啲人幫我哋做。好好啊，上車咁可唔可以喺車度向嗰邊咪得咯？咁啊可以打開個窗，咁到喺隧道嗰陣時先閂翻咯。咁我可以睇下。頭先睇過芝山鐵道嘅路線冇喺芝山千代田站度完結，以高架橋形式延長咗一小段。喺1990年代有路線延長計劃，以千葉縣、芝山町、芝山鐵道、運輸省、成田空港株式會社組成嘅芝山鐵道延伸整備檢討委員會，共同討論鐵道延伸計劃，內容包括延伸至芝山町嘅中心部，甚至去到99里海濱附近嘅連沼海岸。不過已經過咗30年，鐵道仍然只係得2個車站，情況一啲都冇改變，令芝山鐵道一直保持住日本最短鐵道嘅地位。